处。现在是下午的6点半，比赛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，但是6点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去球场了。我们现在是往球场的路上，因为正好我的摩洛哥小兄弟Abdullah他的哥哥家就在球场的附近，距离球场1公里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晚餐。Yeah, this is the breakfast, our breakfast. 对，纠正一下，这不是晚餐，这是早餐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出发去球场。我已经过了第1道安检，查了票，那么球场就在我的身后了。距离比赛开球还有3个半小时，但是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到了这个球场之外。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看台。好的，现在距离比赛开球还有3个多小时，我们已经坐在了我们的座位上，现在开始吃我们一天当中的早餐。因为现在正处在封斋的时间，所以他们的第1餐是在晚上将近7点才可以吃。同样的，球员也是，所以今天的比赛的开球时间是晚上的当地时间10点钟。这时候球员应该也可以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能量。啊，我刚刚尝了一口这个摩洛哥的披萨，用一个单词来形容就是 burni， 好吃。我要纠正一下我刚刚的发音，叫做 burnin， 好吃 burnin。而且现在不到7点，由于现在还是在封斋的期间，穆斯林的封斋期间，他们叫做 fasting 禁食，他们整个白天是没有办法进食的，所以现在距离比赛还有3个小时。我目测一下，已经有上万人入场了，他们已经1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在赛前3个小时就来到了球场里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是2030年这里举办世界杯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哦，今天跟我一起看球的，除了小兄弟阿卜杜拉之外，还有一个最佳射手 ，the best striker。Mohamed 今天的训练赛打入了帽子戏法 ，the hat trick. He scored the hat trick today. So what's your prediction for the game? Morocco? Morocco. What's the score? 2-1. 2-1. 2-1 to Morocco. 2-1 for Morocco. 好的，我们的最佳射手的预测，摩洛哥2-1胜。Nice。在赛前2个小时，摩洛哥的球员首先进入到场地内，他们先要踩一下场。大家可以听到吗？摩洛哥球迷全场的 C。不知道我的这个话筒收音能不能修到现场的声音，但是现场正在播放一首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非常火的一首歌。因为这首歌是用阿拉伯语唱的，所以在摩洛哥这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母语。全场都在唱这首歌，说实话让我又回到了 The Good Old Times， 世界杯那段美好的时光。
记者在围着拍照的是摩洛哥的内务部长。在前还有1个半小时，军乐团首先入场了，怪不得那边摆着麦克风，看来他们是要现场演奏2国的国歌。哇，这个比世界杯的档次还要高啊！世界杯，现在军乐团演奏的都是卡塔尔世界杯时候的一些歌曲。大家看一下球场的一个上座率，这个球场的容量是65000人，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个半小时，就已经有将近2/3人，我觉得超过了35000人已经进入到了球场当中来。同时呢，这场比赛也是摩洛哥队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后首次在主场进行比赛。而他们面对的对手是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巴西队。还有一个不算冷的知识，当前摩洛哥的 FIFA 国际排名是11位，排名第1打11，摩洛哥又是主场作战，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摩洛哥并不落下风，甚至他们有机会在主场取胜。我的摩洛哥小兄弟阿卜杜拉跟我说呢，在摩洛哥每场比赛球迷举 Tifo已经是一种文化了，他们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不同的 Tifo 的展示，不管是国家队的比赛还是联赛，他们都会有不同的 Tifo， 所以今天的 Tifo 大概会在我这一片看台来展示，所以我的这个视野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Tifo 的全貌。我还是非常期待今晚这场比赛摩洛哥球迷的 Tifo 展示。我们已经入场2个半小时了，现在距离开球还有整整1个小时。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场。65000人的球场，距离开赛还有1个小时，几乎已经满了，已经将近有6万球迷入场，仅仅是在上层看台最顶部还有一点点的空缺。好声伴随着满场的嘘声和口哨声，现在跑入球场的是世界排名第1的巴西队的球员出来热身了。虽然你们大牌，虽然你们世界排名第1，但是来到摩洛哥，对不起。那现在距离比赛开球还有40分钟，巴西队已经在场上进行热身了，摩洛哥的球员还没有出来进行热身，但是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看，现在整个球场已经坐满了。这个球场的官方容量是65000人，但是现在比赛还有40分钟开球，整个球场已经坐满，甚至我们旁边这边的过道已经坐满了人。现在我觉得球场的人数应该是已经超过了7万人。OK， 现在是裁判组出来热身，还是裁判组出来热身，迎接他们的还是掌声。刚刚巴西队出来热身的时候，迎接他们的是漫天的嘘声和口哨声。需要说明的一下是，儿童
是可以免票进入球场的，当然有一个年龄的限制，比如今天我们进来4个大人，2个儿童，我们就4张票。大家听到掌声了吗？对的，主队摩洛哥队球员进行入场热身的活动了。大家听到了吗？船长的 C。首先是绕场1周，向主队的球迷致意，然后才开始他们的热身活动。他们刚刚出来不到1分钟，整个球场就已经炸掉了。看来率先出来热身的巴西球员已经完成了热身，现在他们返回了更衣室，场上还剩下摩洛哥的球员在进行最后的热身。大家应该听出来，刚刚所有球迷都在欢呼谁的名字？对的，就是守门员保证。当然，他也是鼓掌向球迷致意。好啊，作为一个英超球迷，我也知道现在喊他谁的名字。切尔西的球员齐耶赫。球员现在也结束了热身活动，返回休息室。比赛还有大概15分钟就要开始了，军乐团也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巴西队的替补球员已经进入到了替补席，距离10点还有4分钟的时候，摩洛哥的球员走到了替补席，这就意味着双方的首发球员也即将进入赛场了。但是看样子开球时间应该推迟到10点之后了，因为按照往常的习惯，入场仪式之后奏双方的国歌，然后交换队旗、握手致意，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合影等等，这些仪式通常要进行个5-6分钟，所以开球时间应该推迟到10点之后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友谊赛，它的这个开球时间并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要求。摩洛哥的主教练走入到了球场。国际足联的球员入场曲，怎么有种看中超的感觉呢？中超联赛的球员入场曲就使用的是国际足联的球员入场曲，所以在这儿仿佛回到了中超。哇，Tifo！
哥今天的 T 恤上写的是 Morocco is leading the African football， 摩洛哥引领着非洲足球。赛前看来要进行一个默哀仪式，是对故去的球王贝利进行一个默哀仪式。大家可以听到，当巴西队拿球反击时候，全场的嘘声了吗？我仿佛又回到了卡塔尔，一样晚上10点才开球，一样当摩洛哥的对手控球的时候，满场的嘘声、口哨声震耳欲聋。我在现场，我的耳朵已经受不了了。没办法，谁让你的对手是摩洛哥呢？谁让你在摩洛哥的主场踢球呢？即使你是巴西队，即使巴西队的球员也都是大俱乐部的球员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你现在做客在摩洛哥，对不起，你在摩洛哥迎接你的就是嘘声。摩洛哥队拿到了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，刚刚全场的球迷都在喊 “shuka shuka shuka”， 它的意思就是网。那么在球场上，网动了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没错，就是进球。大家都十分期待。比赛进行到了将近25分钟，出现了球员的一个伤停。前25分钟的比赛当中呢，摩洛哥队有一次射门非常的有威胁，滑门而出，而巴西队也有一次在摩洛哥队门前制造了危险。摩洛哥队的守门员和后卫接连的犯了一些低级的失误，但还好没有形成进球。刚刚说到摩洛哥队门将和后卫的第一失误，紧接着25分钟的时候，他们又犯了一次低级的失误。当然，这一次巴西队打空门，主裁判是判定了越位。友谊赛应该是没有 VAR 的一个回放的，但是短时间内，摩洛哥队的门将和后卫出现了这样低级的失误，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。两队的球员，尤其是巴西队的球员，还是在跟主教练在进行交涉。不知道本场友谊比赛有没有 VAR， 也就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，但是应该不像有的样子。如果是有的话，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肯定已经看到了，已经检查完了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位，肯定会通知主裁判。如果是他们不确定的话，应该会让主裁判自己去看诊。OK， 看来是有 VAR 系统的，最终裁判单臂高举示意越位，进球无效。
现场的球迷把嘘声全部给向了巴西的球员。不好啊，不好啊！在现场有球迷拿激光灯来影响罚球的球员，这样不好。危险还没有解除，危险还没有解除，巴西队还在。哇！好！哇！刚刚的那个解围，后卫紧紧的把手背在后面，这个真的是职业球员应该有的一个素质。一个中后卫在禁区解围的时候，两只手紧紧地背在背后。本场已经进行到了常规时间的44分钟，临近补时阶段。这时候，军乐团们又准备好了。看来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军乐团还有表演。其他的球迷看台，我好像听到了 C。好，这一次危险解除之后，看会不会带领全场一起来 C。大家听着鼓声。补时应该是已经举完了，但是 C， 大家听着鼓声。由于这个球场呢是一个体育场，有非常大的跑道，而且很多看台是露天的。C， 所以我们听鼓声。的确，刚刚摩洛哥队球员那个犯规的确是有些严重的，但是黄牌。的确，刚刚摩洛哥队那个球员的犯规是比较严重的，而且犯规之后，好像还觉得巴西的球员表现有点太过了，对巴西的球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。那紧接着，其他的队员就围了过来，裁判也是马上给了摩洛哥队球员一名球员一张黄牌。上半场最后的机会了，看巴西队有没有机会把握住。又到了世界杯的怀旧时间，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军乐团现在演奏的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《Dreamers》，这首歌我太熟了。这不就是世界杯吗？刚刚的那一首《Dreamers》对我的这个影响很大，但是现场的球迷显然是对阿拉伯语的歌曲是更加熟悉的。中场看来是卡塔尔世界杯主题曲的一个连奏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，中场休息。正如大家看到的，现在整个球场
是满员的状态，而且很多球迷是没有座位挤在了过道里，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球迷人数肯定超过了7万人。这个球场的满员容量是65000人，但是一定超过了7万人。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些梦回世界杯了。晚上10点开球，白天的时候还很热，夏天一样，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必须要穿上外套才可以。当然，在卡塔尔是因为球场里的空调太冷了，但是在这儿是一个海滨城市，晚上海风吹来也是挺凉快的。那么说到世界杯的话，摩洛哥已经正式与西班牙、葡萄牙联合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。如果他们能够申办成功的话，那么我今天所在的这座球场也必将成为2030年世界杯的赛场，也算是提前领略了一下摩洛哥世界杯球场的风采。好，下半场摩洛哥的球员率先进入到场地，紧跟着巴西的球员也踏入到了球场当中。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，朋友们享受了，下半场开始。比赛进行到了第60分钟，双方的助理教练都招呼替补球员回来，赶紧换衣服。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要再次进行换人，而且可能是大规模的换人，每个队可能都要换2名球员左右。等待上场的替补球员，摩洛哥队有2名球员，巴西队竟然要一下换3名球员。毕竟巴西队现在是在落后的一个状态。他们需要通过换人来改变目前场上的一个局面。下半场的时候呢，巴西队还是要多占一些优势，所以巴西队的门将在后场有点冷了，也是自己热身。一开始进球的时候，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是一个进球。全场鸦雀无声。等巴西队这边庆祝完毕，摩洛哥队重新摆好球，现场的摩洛哥球迷马上给了掌声，给到摩洛哥队，给他们鼓励。毕竟巴西队也仅仅是扳平比分而已。现在场上比分1比1，那么距离我们这个最佳射手穆罕默德预测的2比1。摩洛哥队还差1个进球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球场的这个照明突然出现了一点问题，主照明灯这边有几盏灯灭掉了。虽然在现场对我们看起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是不知道对电视转播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目前球场里。又灭了一盏灯。这是要停电的节奏吗？让我想起了2015年那场经典的中超比赛。那场比赛我就在现场，石家庄主场2比2战平北京国安，期间因为2次停电，比赛中断。总不会是为了球迷的这个闪光灯吧？现在全场的球迷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，这样的确是很漂亮。
但是还是希望球场的照明能够尽快的恢复。必须要用球迷的这个手机的闪光灯来给球场照明。看裁判要怎么判？按理说这个球应该坠球。这次门前救险。刚刚那将近40多秒的传球，摩洛哥队一直在传球。当球在摩洛哥队脚下每一个球员的脚下传递的时候，球迷都会欧嘞欧嘞欧嘞这样子，每传一次球，球迷就欧嘞一次。但是当摩洛哥真正创造出了向前的进攻机会的时候，现场的球迷马上又是 C。下半场要补时5分钟。Oh no！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，伤停补时一共是5分钟。巴西队在这个时间还进行了一次换人，但是刚刚由于 fucking pitch invader 这种傻逼的一个闯入，造成了比赛一个中断。这些人就应该永远被禁止进入到球场。巴西队肯定不想以一场败局收场，虽然这只是一场友谊赛，但是巴西队目前排名世界第一，这样的比赛对他们的世界排名积分多多少少是有些影响的。